老车主不要看啊，我怕你们看了不开心。2026款的博智 3S 的升级点列出来，一个屏幕可能都放不下，这哪个老车主受得了啊？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买车，正在看博智 3S 的话，那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价格不变，多了一大箩筐的东西，那不是更划算吗？但是这次重点呢，就是入门版它也有不少升级，所以咱们今天来聊一聊2026款博智 3S 它到底升级了哪些东西。重点是经过我们这一天的体验下来，我们的感受啊，就是博智 3S 它是凭什么说能够连续8个月拿下合资新能源 SUV 销冠这个位置的？一个月轻轻松松卖7、8千台，甚至好的时候连续几个月卖过万的啊！千万不要觉得说销量过万是很稀松平常的啊！现在市场上大几百台车在卖，真正能说月销过万的，真的是10几台而已啊！所以广丰到底下了什么药，它销量能这么好？那么升级重点呢？一句话，2个重点，一就是说它辅助驾驶的部分是有升级的，那另外呢就是智能座舱和舒适性是有升级的。好，那么辅助驾驶这一块分非激光雷达版和激光雷达版2个版本来聊。非激光雷达版呢，主要就是增加了一些像是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以及增加了5个的摄像头，并且升级了它的辅助驾驶芯片。那入门版也能够支持说智能泊车辅助和遥控泊车辅助这些功能了，并且增加了这些感知硬件之后呢，车辆是可以支持哨兵模式，以及是说前置的这些行车记录仪也都是有的啦。这就是升级点，入门版也能够享受到智能泊车辅助这个功能，还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也稍微体验了一下这一套系统，它的智能泊车效率还是很可以的。像这种标准的停车位，开得比我们人手还要稳，还要快。这个功能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顺便提一下，这次也新增了小蓝灯的。那对于老司机来说，像我开了10几年的车了啊，我还是觉得说对这些功能喜闻乐见的。你想，我开了那么久的车，到了目的地，如果说能够有一套让人安心的系统，然后帮我把车很快的泊进去的话，那我当然是想要让系统帮我代劳，而不是自己去动手啦。然后就是激光雷达版，激光雷达版的升级点呢，就是它的激光雷达是升级了标准的，现在用的是何塞的 ATX， 它的感知范围呢是从原来的180米升级到了200米，并且它在各个的感知的这些除了范围之外，它的角度以及灵敏度都是有升级的，那对我们的辅助驾驶是有更好的这种帮助的，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安心，并且这一次软件上是上了 Momenta 的 R6飞轮大模型的。那我们刚刚呢是稍微体验了一下，因为今天的试驾时间比较短啊，但是因为刚刚在试的时候是下大雨的情况下，正好也是挑战了这种极限的工况啊，整个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表现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给到一个高分的，就是它在跟车啊、左右转啊，以及这种选择车道上面做的还是相当的稳的啊。但是当然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它对于这些路面上一些慢车的绕行啊，以及是说停靠在路边的一些车辆的这种感知来说，我觉得稍微还是差了一丝的，就是它会有一丢丢的影响我们的出行的效率。那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手来接管。然后刚刚有一次比较突发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过一个2边都是停放了各种车辆的路段的时候呢，前面有一台车突然间它停下来了，而这个系统呢，它在感知到这个车慢下来之后，它的减速的这一个距离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近了。刚是你踩的刹车，我踩的啊。那么人手是进行了干预，那这个时候系统也进入到这个刹车的行程，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刹车。这个刹车的距离确实比较的短啊，就是说现阶段的辅助驾驶系统，即便是说我们给到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就日常用起来还是比较安心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你时时刻刻还是要保持对路面的关注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你就需要人手来接管一下了啊。好，这就是今天在2026款博智 3S 上面体验到的最新版的Momenta 的 R6 大模型的这个辅助驾驶了。那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座舱有哪些升级。座舱的升级啊，好消息就是入门版车型和中低配车型也都是有份的啊。那这一次是座椅的通风、加热和记忆功能是有下放的，并且全系是支持去选择这个座椅按摩的。这个座椅按摩我刚刚试了一下，它就只有背部是按摩的，然后它是那种就是差不多这么大的颗粒，然后往上顶的这一种的力道啊，力道还是很可以的。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它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说体格比较大的人，然后坐在这本身的这种自重比较的大，然后撑出来的这个质感会更好。那我呢是体格比较小，所以我感觉这一个的力度对我来说是有点大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话，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个模式啦。好，然后呢就是中控这一块，它是升级了这个8大智能体的。怎么理解呢？就是之前博智 3S 老版的那个升级 OTA 它也带到这里面来了，就是说你会带上好多的 AI 的智能体，像是 AI 旅行家、AI 绘画、AI 智能典当等等这些。
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你想出去玩几天，但是你又懒得自己去花时间做功课啊、查攻略啊，那你就告诉他，然后智能语音就会帮你去做一个行程的规划，甚至它还可以帮你订酒店等等的。那我刚刚在这边呢是体验了一下智能点单，就是我想喝咖啡，然后我不想用手机自己去点，然后我就是智能语音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说，那他就可以来帮我找到附近的瑞幸店，然后帮我下单，我直接过去拿就好了。这个过程呢，整个操作流畅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稍微在每一步上面呢是卡的比较的慢的。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动动嘴就可以把咖啡点了，总比我们掏个手机出来这样子会更方便一些嘛，对吧？另外一个升级点就是这一次是支持大床模式，之前这个车呢是支持前排座椅放倒之后跟后排来拼成一个大床模式，那现在呢是支持全车来拼成一个大床模式了啊。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就是喜欢去外面玩，然后偶尔可能要过个夜的朋友，想要把车当成自己的移动酒店这么一个玩法的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后排的升级点啊，首先小桌板是有下放的，就是到520 Pro 以上的车型就有了，然后全新增了这一个 Pad 的接口。那对于带小孩的家庭来说，这些功能其实还是很实用的，尤其是马上要过5·1了，像这种假期出行的时候，家庭用车这些功能真的是分分钟都用得上的。还有一个升级点就是，应该是说除了最低配车型以外，全系都会升级到这个6000瓦的对外放电啊。这个功能对于说喜欢出去露营，想要带一点东西去外面煮啊等等这一些的功能的话，确实还是很实用的。尾箱也有升级点，新增了12伏的对外放电啊。如果说你是想要出去，比如说钓个鱼啊，或者是说去露个营啊，需要在车里面去放一个车载的那种冰箱的话，那这里就可以直接取电了。或者是说你经常要自己洗车的，自己买一个洗车工具，也可以在这里取电啊，很方便的。然后再配合上这个大的行李箱空间，你看对于家庭用户来说，这种的功能升级，这一次还是很实用的啊。升级点就聊完了啊。这一次作为年度改款来说，我觉得升级还是挺用心的啊。它不是说随便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就说我加量不加价，而是说根据各个版本，然后给到你说你日常用的时候，用车体验能够有提升的这些点来加进去。当然重点还是价格啦。那5月8号呢，它就会正式上市，到时候再公布价格。然后我们来聊聊这台车为什么说上市1年能够卖10万台，持续的热销，1个月轻轻松松卖7、8千台哈。我觉得啊，还是在实车这一方面，就是我每一次拿到这台车的试驾车，试了好几次了哈，就是会感觉说，哎，10万出头的车，为什么你的座舱能做到这么高级？就是你感觉它的座舱是15万到18万这个价位区间的，就是更高级一点，超出你的预期。我相信大家去展厅里面看也是有这种感觉的哈。然后就是后排空间真的大，你别看它是一个4.6米的车，但实际上后排空间大的有点离谱了哈，应该很多人给你展示过了。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功能做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像是它后排的中间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直接去拿前排的水，开水箱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它靠背的这个角度是很大的。那对于经常带老人小孩出门的这些家庭来说，是谁用谁知道，这功能设计真的很合理。包括是说它的全景天幕也是带遮阳帘的。那它的功能设计呢，都是围绕家庭用户啊，以及咱们日常用得着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台车其实各个方面你开上手啊，以及你用很长时间，你会发现都是 OK 可以接受，没有任何一个功能说让你觉得说用着膈应不顺手的。这就是大厂的功力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广汽丰田虽然是一个合资厂，但是他们对于智能化还是很上心、很积极的啊。像这一次升级的重点就是智能驾驶辅助和智能座舱，对吧？2个点。那你想在2026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下面，我花10万出头就能买到一个我用起来也很好，看起来也挺高级，同时又能够享受到前沿的这些智能驾驶辅助啊、智能座舱啊这些功能的，那这个选择确实还是在目前为止在市场上比较的优秀的一个水准。所以你说大家不买它，买谁呢？当然对于买一台车来说，大家还是有更多的点啊，比如说大家对广汽丰田它的品控还是更有信心的啊，就是它的质量会更稳定，你买回去用个3、5年，用个5、8年都是可以说很放心的。当然还有一点，如果说你在留意这台车，你一定知道广汽丰田为这台车是做了一个厂商3担责的，就是这台车如果说出现电池衰减，或者是电车自燃，还是说智能泊车辅助的时候出现的事故，那这些东西都是由厂商来承担车辆维修以及涉及相关方的这些损失的赔偿的，那车主用着是更安心的。所以说这台车它不卖好，谁卖好？